OK， 大家好，我是娄斌。首台骁龙865 5G 旗舰手机小米10 Pro 终于来了，还好啊，没有像去年那样突然被人插队。咱们中国人对逢10的周年庆都相当重视，加上呢，这又是2020年小米第一台旗舰5G 手机，那真是万众期待啊！骁龙865 WiFi 6 LPDDR5 UFS 3.0 8×8 MoMeMo 50瓦快充，这一堆高配置对得起当年雷总的那句名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手机的体验呢，咱们想测见。今天的想拆咱来看看这10周年的小米10 Pro 是否再次由内而外的发烧。第一步，发烧后，关机后去除卡托。卡托呢在机身底部双卡位还是在同一平面。相较双面单卡托的这个设计这样的好处是 SIM 卡在装配时呢不容易掉落。材质呢为金属加塑料，内侧设有防尘防水的黑色胶圈。第二步，拆卸后盖。整机呢为大家熟知的3宝宝结构，开关从后盖入手。加热垫上90摄氏度加热3分钟后，用吸盘就可以拉开一条缝隙，轻轻的插入拆机片。按照之前的设计呢，后盖是单独的部件但还是小心划开4周，分离后盖。后盖的粘胶完美拆卸，后盖还是一如既往的简洁。后摄开孔处设有双面泡面胶，提高密闭性，起到一定的防尘防水作用。上下各有2处大面积粘胶，剩下的空间基本被缓冲泡棉覆盖。第三步，拆卸主板。来看主体部分，传承米式简洁感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是这散热膜的面积几乎是全覆盖。随后呢是附着在上方的无线充电模块和 NFC 天线，最后就是上下2个对称的扬声器。据说是小米史上最高规格的音频配置。元器件的整体排布完全不同于去年小米9的3段式而是和 CC9 Pro 相似。估计呢是因为这颗1亿像素的 sensor。先卸下表面的16颗十字螺丝我分了一下，就3种规格。撕开上下扬声器表面的散热膜，自右向左翻开，盖板上居然还有一大块散热铜箔。卸下3颗十字螺丝，接着呢取出主板盖板，居然纹丝不动这种时候千万不要迷信大力出奇迹。经过一番探索，撕开闪光灯附近的散热铜箔后呢，发现了还有一颗螺丝。向右翻开，这居然还掺着一块小板通过排线和主板连接拆机讲究胆大心细手黑千万别在需要心细的时候手黑，很容易鸡鸡思密达了。接着呢，我们来断电挑开电池 BTB，注意这里有2个接口。再挑开闪光灯和激光对焦的 BTB， 取出后摄保护组件。背面常规的镜头缓冲泡棉一个没落，下方还有一小块散热膜闪光灯还集成了防闪烁传感器，可以检测光源的闪烁频率，减少室内频闪和拍摄屏幕时的水波纹现象。同时呢，它也是后置的光线传感器，配合前置可以更加精准地控制屏幕亮度的自动调节。相信这颗1亿像素的大尺寸镜头，在我去年拆 CC9 Pro 的时候已经把大家震惊过了。取出上下2个喇叭 box， 扬声器呢都是同尺寸长方形，尺寸大小大家看图。外放效果我初步试听，相比小米9 Pro 那是1耳朵的提升。上喇叭呢还沾有一个常规尺寸的听筒，通过触点的方式供电。挑开主摄 BTB 盖板，撕开铜箔，依次挑开主摄、广角、人像和长焦的 BTB， 取出4摄。背面有铜箔全覆盖，而只对应中框的位置还有散热膜和铜箔垫着。4摄呢都被同一个防滚架固定。主摄和长焦有光学防抖，详细参数大家请看图。不得不说得益于硬件的高配置，1亿像素模式的拍摄成像时间终于缩短到可以接受的范围。我大致掐表看了一下比 CC9 Pro 呢快了约50%，2秒左右。1亿像素方向对不对那是营销的事儿。就实际用途而言，确实为那些拍摄者带来了更大的构图空间。终于到了重点的主板，小米10 Pro 采用了双层主板不同于 iPhone 那样的焊接堆叠，小米呢是通过 BTB 进行连接的。这一块小板正面有铜箔覆盖，背面呢有散热硅脂。小板上的芯片主要负责无线充电，上方呢为 N 质谱的 NFC 芯片，下方呢则是屏幕驱动芯片。挑开屏下指纹和屏幕的 BTB， 挑开2个 RF 接口，
卸下一颗固定主板的螺丝即可取出主板。顺便呢，把主板上端连接的前摄 BTB 挑开，2000万像素的前摄采用了小镜头模组的设计，对应屏幕开孔呢为4.08毫米，开孔小对整体屏幕的观感呢确实有利。2根同轴线对应2块小板，分别在机身顶部的2个角落。主板上几乎看不到屏蔽罩，正面呢被铜箔和散热膜2层覆盖，背面呢也有铜箔和硅脂覆盖。对应中框的位置还能看到 VC 均热板，至于多大呢？待会儿拆了看。这针对主板的散热措施非常到位，能上的都上了。顶部呢有红外传感器，底部 Type-C 口内侧呢也有防尘防水的胶圈。主板正面顶部呢就是高通的 WiFi 6芯片了，背面呢则是重头戏，高通骁龙865加 LPDDR5 内存加 UFS 3.0 闪存，以及支持双模 5G 的高通 X55 基带。除此之外呢，这回小米10 Pro 还在电池和主板上加入了多处温控传感器，作用呢就是监测主要发热部件的温度情况，从而达到相对更精准的温控策略，让快充呢可以充分的进行。第4步，拆卸剩余组件。在这么紧凑的底部空间，小米还是整出空间来塞下一颗 X 轴线性马达。尺寸大小呢，大家看图，震感硬脆，辣而不麻。电池3面都设有金属挡板保护，相比较同是围成的三星手机电池，小米10 Pro 的电池呢拆换非常友好，有快拆口，撕开口子两边一拉即可，完美拆卸。双排线的设计配合吉尔中置技术，可以有效降低电池整体的阻抗，降低快充过程中的损耗和发热。电池呢为4500毫安时，搭配50瓦快充和30瓦无线闪充。对比去年小米9的续航短板今年安排的明明白白。电池下方呢还是沿用了 CC9 Pro 的超薄屏下指纹，提升识别速度和识别率的作用下，还大大节省了内部空间。加满料的同时能保证电池空间不被过度挤压。侧键通过触点的方式和主板相连，并且上方还带有独立的塑料填充件，起到一定的防尘防水作用。中框4角内侧有加厚设计，提高跌落时的结构稳定性。最后一步，拆卸屏幕90摄氏度加热5分钟后呢，即可拆卸屏幕。打开后最显眼的就是这块大面积的均热板了。这面积可能是目前为止我拆过的手机里最大的。配合6层石墨散热结构，还有硅脂和导热凝胶，再搭配大面积的 VC 均热板，小米10 Pro 的散热系统这堆料堆的哪是什么发烧配置，明明是为退烧而生嘛。对了，拆到这一步现在也能看到一整个屏下指纹模组了。实际测试了一下，这个厚度为 0.87 毫米。整机有3种共21颗螺丝，整体结构延续了 CC9 Pro 的样式，但是做工更精和用料更足，对得起它 5G 旗舰机的身份。从小米10 Pro 身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寸土寸金的机身空间现实面前，相信双层主板会成为未来的结构设计主流。不过拆解过程中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退烧堆料。拆完当天的晚上，我做梦都还在撕各种散热膜、铜箔。从小米1到小米10，10年弹指一挥。经过去年的双品牌梳理，小米的数字系列呢，迎来了全新的使命。现在的小米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35岁的青壮年，有压力生死看淡，有激情不服就干。2020定个小目标，5G 手机先搞它1个亿节目的最后呢，给看视频的小伙伴们来个灵魂拷问：相比10年前，今天的你有什么进步吗？我呢也复盘了这10年的人生历程，欣慰的发现，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奋斗收获还是相当明显的。那20斤肉，刚查了一下，现在猪肉要64块钱1斤哦。好了，我们下期想拆再见。更多精彩的小米10系列配件你们懂的。